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万物解码，带您漫游神奇和多彩的世界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是一种古老却又神奇的发明——火药。它不仅点亮了节日的夜空，还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和人类的文明进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火药的诞生其实源自炼丹术的一次意外，却成为了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。那么火药究竟是怎么制造的？又为什么是那3种材料组合在一起？今天我们就系统的聊聊火药的制作原理、工艺过程、历史演变和存储方法。火药最早出现于唐代中国，当时道士在炼制丹药时，尝试把硝石、硫磺和木炭混合，加热后发生了剧烈的反应。虽然没炼成长生不老药，但却无意中开启了人类最早的化学爆炸之路。唐末5代时期，火药逐渐被记载在兵书中，例如《五经总要》里就有火药配方和火箭、大炮的使用说明。可以说，火药是炼丹失败的副产品，却成了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明之一。要理解火药的制造，必须先认识它的3种原料：硝石、木炭和硫磺。硝石学名硝酸钾，是火药的灵魂。它是一种天然矿物，常在土壤或洞穴中结晶。它的作用是提供氧气。在燃烧过程中，硝石会分解释放氧分子，让木炭和硫磺迅速燃烧。没有硝石，火药就点不燃。古代工匠会从堆肥、禽畜粪土，甚至墙缝里的白色结晶中提炼硝石，非常辛苦。木炭是火药的燃料，木炭来自木材高温隔绝空气后烧制而成。为什么不用煤，而是木炭？因为木炭质地轻、多孔，含有大量碳元素，点燃时能迅速释放热量。古人发现柳木、杨木制成的木炭质地均匀，燃烧平稳，是制造火药的上佳材料。硫磺是助燃剂和反应催化剂。硫磺点燃温度低，很容易被火花点燃，它能降低整个混合物的燃点，让火药点火更容易。硫磺通常来自火山地带的矿石，呈黄色晶体，研磨后和木炭、硝石混合，就能发挥巨大的能量。3者的比例非常讲究，传统黑火药大约是硝石75，木炭15，硫磺10。比例失衡的话，要么威力不足，要么太容易炸，危险难以控制。那么，古人是如何把这3样东西变成火药的呢？过程非常复杂，也极其危险。第一步，提炼硝石。古代工匠会从土堆或墙缝刮取白色结晶，把它溶于水，再通过反复过滤和结晶得到纯净的硝石。这个过程可能要反复几次，否则杂质过多会影响威力。第二步，烧制木炭。选择合适的木材，比如柳木或桑木，放入窑中隔绝空气烧制。烧得过火，木炭会脆弱；烧得不透，又不容易点燃。经验丰富的工匠能凭颜色和质地来判断质量。第3步，硫磺研磨。硫磺开采后需要研磨成粉末，古人会用石臼慢慢捣碎，但必须小心，避免摩擦火花。第4步，研磨与混合，这是最危险的一步。3种成分必须分别磨成非常细的粉末，然后再按照比例混合。研磨工具通常是木质或石质，避免金属摩擦。古代工房常常粉尘飞扬，稍有不慎就可能爆炸，所以工匠在操作时通常穿布衣，不带金属器具，有时还在地上铺湿布，防止静电。第5步，制成火药块或粉末。最初的火药是粉末状，容易受潮。后来人们学会把火药压成块状，再打碎成颗粒，这样不仅燃烧更均匀，还便于储存和运输。可以看出，
古代火药制造完全依靠手工和经验，每一步都可能危及生命。历史上火药攻防爆炸的记录屡见不鲜，这也是为什么火药既被视为神奇力量，也被看作危险的魔法。火药从发现到成熟，经历了很长的演变过程。早期火药燃烧不均匀，常常哑火或炸膛。宋代以后，人们开始把火药压制成颗粒，提高燃烧效率。欧洲人引入机械研磨，使火药更稳定。19世纪，无烟火药出现，由硝化纤维和硝化甘油制成，它燃烧时油污极少，威力远超黑火药，逐渐取代了传统黑火药。现代的火箭燃料和军事炸药早已是新型化学物质，但黑火药依然在礼炮、烟花、舞台特效中活跃。火药的威力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：第一，比例，3种原料必须精确配比，硝石不足，燃烧不彻底；硫磺太多，反应太猛。第二，颗粒大小，越细的粉末燃烧越快，爆炸力越强，但太细会导致危险性提升。第三，混合均匀度，如果搅拌不均，可能一部分很猛，一部分很弱，威力难以预测。第四，湿度控制，火药怕潮，受潮就会哑火。古代火药师常在研磨时适量加水，既能防尘，又能减少爆炸风险。最后再把火药晒干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其实背后就是现代化学和工程的雏形。制造完成的火药还要安全储存。古代的军火库通常远离城镇，用陶罐或木箱密封保存，外面再建厚实的石墙，甚至专门挖地窖，因为一旦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到了近代，仓库会加装通风口和避雷针，严格限制明火。现代则使用防爆容器，仓库还要装监控和报警系统。军火库规定，火药必须分区存放，避免连环爆炸。火药因此常被称作既脆弱又危险的能量。火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，在中国，它最早用来制造爆竹和烟花，象征驱邪避祸。在战争中，它催生了火箭、火枪、大炮，彻底改变了冷兵器时代。在工程中，它帮助人类开山凿洞、采矿挖煤以及工程拆建。在娱乐和文化中，它点亮了夜空的烟花，成为节庆的浪漫象征。火药带来的不仅是爆炸的威力，更是文明的巨变。它让城市防御体系失效，推动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。可以说，火药是改变世界的3大发明之一。而今天，火药已经逐渐退居2线，但它的精神遗产仍在。科学家们正在开发新一代绿色烟花和环保推进剂，让火药的浪漫一面继续照亮未来。火药从唐代的炼丹意味，到宋代的战场硝烟，再到今天的节日烟花，它的故事已经延续1000年。火药告诉我们，科学发现往往源于偶然，但如何利用它，却决定了人类的命运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让本频道微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。感谢您的收看。